让人类拥有克隆能力，能否战到最后？首先，我们添加一名人类作为克隆母体，然后打开属性面板，在特质列表中找到复制能力。注意，该特质会让母体的血量减少50%。为了保证存活率，加入不朽特质，至少不会自然死亡。这时候，咱们就可以组合自己想要的特质属性了。这期我们实验的是火焰套，加入抗火、巨焰、燃烧之血，让克隆人拥有令敌人着火的能力。取名大卫，克隆母体就完成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分裂的过程，只需加快时间，等待克隆人诞生即可。克隆子体将继承母体的所有特质。同时，由于将母体添加到了收藏，也就是这个星星，所以可以在收藏列表中一览整个克隆情况，非常方便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种族只能凭自己的实力开局，不过照常添加3处黄金作为战争补给。因此，各位观众，请将你支持的一族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。开局20年，人类表现非常出色，建造速度领先其他种族。又过了10年，母体大卫成为了国王，而克隆军团也出现了。这盛世如咱们所愿，人类继续加大马力，开始抢夺左侧的黄金。5年，因黄金被触碰，宣战开启，各族自行决定进攻目标。人类很快封锁住了兽人去往黄金的方向。6、7年，精灵宣战矮人，维系了多年的友谊就这样说没就没。趁对面防范不足，精灵弓箭军伺机对矮人建造者下手。6、8年，人类当然宣战兽人，国王指派克隆军团已经抵达前线。火之能力是否能让兽人屁滚尿流呢？人类大部队没有立刻出动，而是派一名士兵佯装成村民，潜入后发现敌人位置，随着火焰燃烧，方位已经确定。一声令下，人类军队开始进攻。只见人类在攻击的那一刻，接触面热度迅速上升，承受攻击的兽人烈焰缠绕全身，盔甲和身体逐渐融为了一个大火团，在战场上狂奔。人类终于开始拿捏兽人了。这次战役标志着克隆军团时代全面到来，历史上所积攒的所有屈辱会在这一代烟消云散吗？然而世事无常，大卫国王正意气风发，不料一道天雷把这母体给带走了。这说明什么？分裂停止了。这个消息无疑震惊了内廷，假如让敌人知道，那可能会趁虚而入。这时你别说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一艘兽人侦察船正在拼命回城，人类只能加快速度阻停这艘带有情报的船只。也不知道老天爷在想什么。就在2艘船即将靠岸的时候，一颗陨石正巧砸中，人类船员光荣现身。不过情报的确没有落在敌人手中。就这样，其他3个种族仍然被蒙在鼓里，因此兽人继续防守，人类继续进攻。调往战场的兽人逐渐停下脚步，前面的正是由燃烧的队友形成的火墙。到了70年，地图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新势力——人类叛军。他们主张反对克隆技术，是一支自然派，虽然人数很少，但愿景很大。同时，另一边，由于精灵破坏了矮人对黄金之地的开发，矮人军队收到死命令，必须完全消灭精灵。2支部队组建的矮人军竟然有序地猎杀前来打探情报的精灵。我们看到旁边的黄金是一点也没有开发啊，这也不愿矮人暴怒。终于，矮人进入了精灵地界。7年，矮人进攻军扩展到了3支队伍。看来矮人国王对这次行动势在必得。同时，兽人领地再次遭遇了连续性的破坏。再这样下去，兽人恐怕是第一个被淘汰的。为了避免这种不敢设想的后果，兽人放下了身段，向人类进贡。表面上俯首称臣，实际上他将蓄势勃发。这一天，人类收到了兽人的贡品，一吨香蕉摆在了人类大臣面前。大臣们表情微妙，突然放声大笑。这下好了，新国王正好这一口。于是兽人逃过一劫，矮人军团也硕果连连，将精灵的大型生产区完全破坏。人类见缝插针，试图将板块横跨东西两侧。这时，人类叛军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15人。上帝视角的咱们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秘密：反对克隆的人类叛军国王竟然是克隆人本人，而他所管理的子嗣则完全由非克隆人组成。到了79年，随着人类疆域的再次扩大，眼中的钉子必须要拔除了。于是人类没有犹豫，直接宣战了人类叛军。那一刻，叛军首领的身份被公之于众，不仅被抛弃，人类克隆军已经将他完全包围。83年，这支反对克隆革命的叛军荡然无存。叛军首领在牢狱中回顾自己的一生，从他生下来到长大，他发现周围人都是一个模样。这些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一同被派往战场，每次看到队友倒下，自己也仿佛死过一次，这让他的内心无比复杂，并反复说道：这太他妈奇怪了。然而无数个大卫不断劝他，人类因我们的存在而改变了，
看看那些普通人，他们从未击败过兽人，但这不是他想要的。他只是希望生活在一个人人充满个性的世界。人类叛军被消灭后的1年，人类又遭遇到了新的情况，在都城瘟疫席卷而来，而人类克隆军由于基因完全一样的原因，导致瘟疫传播速度极快。不久，大多数人类就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。于是，国王为了避免后患，趁瘟疫未完全渗透，再次宣战了兽人。和平条约破裂，人类克隆军携带瘟疫上阵，趁还有把握，将兽人一并除掉。兽人一看，这时机不对呀，难道是人类发现了自己正在养精蓄锐？却殊不知，人类只是因为被逼无奈，只能放下面子破坏契约。兽人这复仇大计就这样被突如其来的事件给带走了。96年，兽人战败淘汰，人类同时完成了连接东西大陆的计划，致使鲸矮两族停战并组建联盟。两族国王心想，人类虽然数量众多，但毕竟灾祸横飞，未必不是对手。同时，两族共享了古法治疗术，对这次瘟疫基本上是免疫了。如此一来，只等人类内部溃烂瓦解即可。但是，到了109年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，瘟疫作用逐渐下降了。人类没有犹豫，宣战了鲸矮联盟。13年，人类东部领地失守，大批鲸矮联盟军士气倍增。15年，精灵战败，矮人仍坚守阵地。123年，人类攻破主城，矮人战败淘汰。因此，恭喜人类克隆军团成功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